俱老，红尘纷乱，淘尽英雄汉。笑里藏刀，人心难料，无奈世态渐炎了。正阴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风云多变幻，缘聚又缘散，浮生若梦一场幻。人生那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见真章。好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人生那路遥长。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刘贤弟，人生莫不有死，得一知己，死而无憾。只是连累你家眷弟子尽数罹难。徐大哥，你我肝胆相照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只是没想到左冷禅会如此狠毒，我不愿以五岳剑派的故人伤了和气。他们却一口咬定，你我结交将对他们不利。左冷禅连妇人和孩子都不放过，手段比他们口中的所谓的魔教中人还要可怕，可耻啊！此辈中人，怎么懂得你我音律相交的高情雅致呢？你我因此也得以再奏一曲。从今以后，世上再无此琴箫之音了。今晚你我合奏，将这一首《笑傲江湖》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世上已有过这一曲，你我也已奏过这一曲。夫复何求啊！好一个夫复何求！匪斌，就算错，也应该让我刘某一个人来承担。你们已经杀了我全家，还想怎么样？我将你们两个赶尽杀绝，左盟主怎么放得下心呢？你们两个这么喜欢弹琴吹箫，我就将你们的手砍下，看你们怎么弹奏。且慢！你是谁？小侄华山派令狐冲，参见费师叔。原来是华山派岳师兄的大弟子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小侄正在疗伤啊。来得正好，这两个妖人已经受了重伤，你待我出手将他们杀了。刘前辈和屈前辈都身负重伤，我这个时候杀他们，岂不是叫江湖中人笑话吗？我们华山派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，还请费师叔您见谅啊。我听闻你跟魔教妖女在一起，本来还不相信，看来你暗中和魔教勾结上了。令狐贤侄，此事与你毫不相干，你快离去吧，免得令你师父难做。刘师叔，我们自居正义之士，欺负一个身受重伤的人，这么做算不算侠义呀？哼，我们日月神教也不会做这种事。令狐少侠，你走吧。嵩山派爱干这种事，就让他们干好了。费师叔，你是嵩山派数一数二的大英雄，现在却杀手无缚鸡之力之人，那岂不是成了一个杀鸡英雄了吗？哼，你别以为用言语套住我，我就会饶他们两个不死。你既然已经投入魔教，
我费我杀2个也是杀，杀3个也是杀。哦吼，说了老半天，原来你是想杀我灭口是吗？难道你不怕我师傅？你和魔教勾勾搭搭，我替华山派清理门户，岳不群感激还来不及呢。费师弟，你好。莫大先生来得正好，贵派的刘正风与魔教妖人勾结，企图对五岳剑派不利，你说该如何处置？给枪！哎，这！莫大先生，你这是？这是嵩山派的事，还要你嵩山派操心。哎，这，刘正，快带他们走！两位前辈，快走吧！来，不准走！莫大先生包庇刘正风，我将回去禀报。废话上车！呀！喂！啊！咦呦！这，嘿，这，嗨！哎呀妈！这里应该安全了。刘贤弟，你师兄所做的胡琴如此凄苦，未免太俗气了吧？所谓好诗讲究的是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好曲子何尝不是如此？可老实说，我每次一听到他的胡琴，都想避而远之。在这生死关头，两位前辈还有兴致研究音律。刚才要不是莫大先生救了我们，我们早就完蛋了。小兄弟啊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好，前辈请说。我和刘贤弟醉心音律，以数十年之功，合创了《笑傲江湖》。以后纵然会有曲阳，也不会有刘正风。有刘正风，也不见得会有曲阳。让此曲绝响，我和刘贤弟不免抱憾于旧权之下。这是《笑傲江湖》曲的琴谱和箫谱，请念在我俩的一番心血，代为收藏。交给我，这《笑傲江湖》曲，若能寻得知音人，我和徐大哥死也瞑目。哈，我还以为是要我学琴呢。好，两位前辈请放心，我虽然对音律一窍不通，可是我一定会把这琴谱交给知音人的。刘贤弟，一切已了，就完完全全不用再面对江湖了。不错，曲大哥，咱们兄弟俩现在可以真真正正的笑傲江湖了吧？前辈！前辈！刚才看到刘师叔的家人和弟子一个个被杀害，一下子就尸横遍地的，实在太恐怖了。如此赶尽杀绝，手段未免太毒辣了吧？
嵩山派此举并非出于对刘师叔的私怨，而是为了对付魔教啊，可说是无可厚非。别忘了，师父常常告诉我们，正邪不两立。哎，我说嵩山派当时已经控制了整个局面，旁人怎么敢强出头呢？哎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当时爹和定义师太也曾出言相劝啊。一个人做错，难道家人都要陪他死吗？林师弟，你没听说过连诛九族吗？我觉得左盟主这么做没错哦。二师兄，你好像很袒护嵩山派。我只是就事论事罢了。为师知道，你们一定会觉得左盟主他出手太狠。你们年纪还轻，不知道魔教的可怕。刘师弟顾全朋友义气，原是很令人佩服，但也未免不分正邪，不问是非啊。你们要知道，魔教作恶多端，残害江湖上的正人君子、无辜百姓。刘师弟只是一时琴箫投缘，才将全家性命给断送。这是误解了义气。喂，小师弟啊，刘师叔惨遭灭门，他的遭遇比你更糟哦。哎，不可以乱说话，这是两回事，不可以扯在一块讲。快给师弟道歉。小师弟，对不起啊。大师姐不必在意。为师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冲儿。要是他真的与魔教妖女为伍，我一定要重重的惩罚他，免得他落得跟刘师弟一样的下场。爹，大师哥不会跟魔教的人在一起的，你别听信谣言，多心了。但愿如此。平之，师父，今天的事来得太突然，为师没有机会当众禀明于沧海对你们扶危镖局的罪行。师父，徒儿恳求师父早日上青城山救出我爹娘，为徒儿讨回一个公道。平之，起来。是师父。那我们明日就启程，到青城山去，一定能追上于沧海，救回你的父母。多谢师父。刘师叔、屈前辈，你们两位以曲交友，义薄云天，肝胆相照，真不愧是铁铮铮的好汉子。我令狐冲真是打从心底里佩服。倒是那些苦苦相逼、不留一丝余地的人，还算是名门正派吗？江湖风高浪急，能够悠然笑傲的有几人？再谈了。屈兄，就是因为终日弹琴，沉迷于这靡靡之音，才会落得这么惨的下场。我以后不许你们在我面前弹琴。是教主。
东方狗贼，是谁惹你生气了？你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来找我打架，有什么用啊？啊！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打不过我，你怎么统领日月神教啊？啊！怎么你还没有领悟到《葵花宝典》神功的精妙之处啊？啊！教主日理万机，就让翠翠好好服侍您吧。翠翠知道屈左使的死对教主的打击很大，但死者已矣，教主要保重身子。五岳剑派看不起我们日月神教，我一定要为曲阳报仇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跟我东方不败作对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走！好了，我不送你上去了，省得你师傅见了我又要生气了。令狐师兄，今日一别，不知道何日再见。五岳剑派同气连枝，哪一派有什么寿筵或者嫁娶的话，一定会聚在一起。到那个时候，不是又见面了？你说对不对啊？师傅一定不会带我去的。哎，我可以来看你呀。你师傅会让你无缘无故来吗？看来啊，我们真的要等到你师傅福寿全归那天呢，我们才可以见面呢。令狐冲，你胡说什么？师傅，没有啊，师侄令狐冲参见定野师太，愿师太福寿双全。哼，有腔滑调。师傅，弟子回来了。哎，你见到你师傅了，我也该回华山去找我师傅了，自己保重啊。哎，师太告辞了。夷陵，师傅，这几日你就跟令狐冲这小子在一块儿吗？是的，师傅。哼，身为出家人，师傅，弟子谨守清规戒律，绝无妄为。只是令狐师兄他身受重伤，需要人照顾，请师傅见谅。师傅，你要罚就罚好了。我罚你什么？出家人四大皆空，绝不能见死不救。为师会这么不讲理吗？夫人，我看你是在蠢得像猪一样，死都不肯交出剑谱。别说我没有剑谱，就算有，也不会跟你们这些奸贼说的。范成，
多谢大侠救命之恩。你是不是恨透了京城派？我恨不得将那姓于的碎尸万段。我可以帮你们诛灭京城派，杀了于沧海。只要你们老实跟我说，那辟邪剑谱此刻在哪里？我们林家的辟邪剑法，向来都是口授，并没有什么剑谱。那于沧海多行不义，他日必无好报。大侠，你不必为我们报仇了。那你们是不肯说了？大侠，我们夫妇俩自从遭青城派奇祸，无日不受酷刑。你即使再逼供，我还是那么一句：我没见过什么剑谱。哼，你们应该认得这个东西吗？是平儿的玉佩。你们放心，他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大侠，我们夫妇命在顷刻，盼大侠能将我孩儿唤来，让我们夫妇见上一面。林总镖头，你死了，你们林家只剩下林平之一个传人。倘若连他也死了，那剑谱留在世上又有何用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平儿她……你们放心，他当然是安好无恙。不过，好，你想知道剑谱在哪里？我告诉你。那就快说。隔墙有耳。辟邪剑谱在这儿。啊，是你！去啊！林震南。快说，你的辟邪剑谱在什么地方？你吃了我的还魂丹，死都要给我说出来！好，林震南，你不说，我就去杀了你的儿子林平之。东方教主有请穆前辈一教，有事相商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我是令狐冲啊！我见过你儿子林平之，他救过我。平儿，前辈，你先别说话，走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你儿子林平之。我看我是活不了了，请你告诉我的儿子，福州向阳巷的大宅里的物品，是我们林家的祖传之物，叫他要好好保管。可是他的曾祖远屠公曾留下遗训，凡是我的子孙都不得翻看，否则会后患无穷。叫他千万要记住啊！前辈，你放心，你这番话我一定会传到的。谢了，还有，叫他别忘了他的父母的深仇。前辈，前辈，告诉他，杀我们的是青城派，是不是？是穆高峰。是。杀我们的是青城派，是不是？是穆高峰。
是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我知道你是大仙道了，不得已才要我传话的。唉，说什么后患无穷，不得翻看。前辈，你当我令狐冲是什么人啊？哼，会贪图你们家什么辟邪剑谱？冲儿，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你，哎，师傅，不是我啊，是穆高峰啊！你亲眼看到他杀人？我刚才亲眼看见穆高峰在逼问他们什么辟邪剑谱的下落。哎，师傅，我还以为这个塞北冥陀有什么了不起呢，一听到我提到东方不败4个字，就吓得屁滚尿流了。荒唐！怎么可以跟魔教扯在一起？师傅，我刚才是情急之下，迫不得已啊！你呀，行事如此没分寸，怎么做师弟们的榜样？是师傅。平儿，为师本来答应上青城派救你父母，可惜徒儿能够得到师傅的帮忙，定会铭记在心的。这件事可以说是因我而起的，将来你报仇，我做师姐的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其实这桩祸事全是因为于沧海觊觎林家的家传剑法所引起的，与小师妹你无关。以于观主、塞北冥陀那样身份的高手，远不必贪图你们林家的剑谱。剑谱，我们林家的72路剑法，向来都是由我爹手传口授，根本就没什么剑谱。你父母亲被青城派的人严刑拷打，穆高峰为了追问剑谱的下落，对他们下了毒手。大师兄啊，你不是有话要跟林师弟说的吗？林师弟，令尊在临死之前让我告诉你，福州向阳巷。哎，这是平之令尊的遗言，你单独跟他说就行了。嗯。爹，娘，这血海深仇，我一定会为你们报的。希望你们在天有灵，保佑我早日学到华山的绝学，好让我为你们手刃仇人。林师弟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大师哥帮忙的地方，尽管说出来，不要客气啊。谢了，我已经将我爹娘的遗体火化了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将骨灰运回福州去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经过？当然记得了，踢球嘛。那时候我踢赢了你，我看你好像很不开心啊。那个时候的我，自以为是高高在上，根本不晓得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这个道理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跟你是有点小误会，后来你出手相救，到现在，哇，竟然还做了我的小师弟啊！你说这世事是不是真的难料呢？啊！当日我爹娘还健在，可是如今却阴阳相隔。我说林师弟啊，当时在那破庙里呢，要不是多亏你呀，突然喊了那么一句“以大欺小”，好不要脸！哎，大师哥这条小命早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，但是我听闻你舍命救了衡山派的师妹，就对你的侠义心肠和机智佩服不已。
还有啊，你将青城四秀骂成青城四兽，将秀气改成野兽，还取笑他是什么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的，我听了就感到非常的痛快。是很痛快。不过林师弟，我告诉你啊，千万不要学大师哥哦。我这个人做事一向狂妄，从来不管后果。要是师父怪罪下来，我告诉你啊，到时候你可别怪我。大师兄，你真会开玩笑，凭我这丁点的功夫，连大师兄的1/1000都不及啊！嘿嘿，千万不要这么说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大师哥这条小命可是你救过来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到了华山，我这个做师哥的一定会好好调教你的武功的啊！多谢大师兄。难道大师哥跟小师弟打起来了？大师哥，谁？别跑！有贼呀！来人，有贼呀！来人啊！小师妹，大师哥，怎么了？刚才我去你房里找你，发现2个黑衣人在里头哦。不过他们2个看起来不像是一伙的，他们打了起来，一见到我，他们二话不说就跑掉了。哦，跑掉就算了。快进去看看，有什么东西不见了。哦，嘿，我只有几件破衣服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啊。幸亏我爹娘的骨灰坛没被打破。平之，你有没有不见了什么东西？只是不见了一块玉佩。是你娘送给你的那块玉佩啊？不错，虽然不是很值钱，不过我很喜欢，一直带在身边。可是现在，这么说来，是毛贼溜进来偷东西，恰巧被沙儿碰见。啊，大家以后提高警惕，小心点就是了。是师傅。咦，二师兄，你回来啦？哦，是啊，我刚上了茅寺回来，你们都不在了。哦，大师兄房间进了贼，我们过去看了一下，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见了？好像不见了一块什么玉佩。哎呀，他现在是个落难公子，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好偷呢？啊，对了，你说会不会是为了什么辟邪剑谱的？辟邪剑谱？哎呀，我是开玩笑的。林师弟武功那么差，我看是破邪剑谱还差不多啊。哎，二师兄啊，天气这么热，你盖着被子干什么啊？哦，我有点不舒服。哦，被这么一闹，什么睡意都没有了。哎，要不要出去喝两杯？哦，不了，我想早点休息。好吧，那我自己去了。哎呀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差点忘了。哎，我还是赶紧啊，把你爹的遗言告诉你啊，哎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听好啊，你爹临死前，他跟我说，在你们福州向阳巷老宅里头藏着的物品呢，是你们林家相传之物，要你好好保管。不过他又说，这个你的曾祖叫什么？远途公呢？哦，他留了遗训，再三交代，凡我子孙不得翻看，否则就后患无穷，要你好好记住了。向阳老宅，那边早就没人住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去过，不过我已经很久没去了。不得翻看，不得翻看什么东西啊？大师哥，大师哥，大师哥，快来看呐！萤火虫啊，大师哥，快来快来！来了！萤火虫，萤火虫，快看看！什么萤火虫啊？哪有啊？啊！刚刚明明还在的。现在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哎呀，小师妹啊，别找了！我告诉你呀，准是被黑衣人吓得飞走了。都是你呀！如果你不去陪那个林师弟喝酒的话，我们就看得到萤火虫了。林师弟心情不好，陪他喝点酒解解闷嘛。你心里啊就想着什么林师弟姨、林师妹的，哪会想到我？你生气是醋了啊？不气才怪呢！人家以为你死了，害我伤心了那么多天。如果我真的死了的话，你岂不是不亏本了？别乱说，舍不得了是吧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没那么容易死的。大师哥现在可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哦，嘿嘿。
干嘛？嘟着嘴干什么？喂，你到底是怎么认识那个夷陵师妹的？你还说呢？还不是帮你采花？采什么花啊？啊？我一直在她身边的。哎，因为你说你喜欢嘛，我就跑到山上去采回来了。这花丑死了。花呢，本来是很漂亮的。还说田伯光是采花贼呢，你自己才是采花贼。那我扔掉算了。不要扔啊！不要！给我！快给我！给你！只要是你采的，我就喜欢的嘛。你知道，为了采花，我可惨了，闹出很多事情。一回到华山，师傅可要重罚了。哎，你知道爹最听谁的话吗？娘啊。那我们女人最在意的是什么呢？当然是美丽的容颜啦。哦，可以出发了吗？哇，你在做什么？种花，我刚给它浇水施肥呢。这花这么难看，种来做什么？路边的野花都比它漂亮啊！你懂什么？这花是大师哥冒着生命危险摘给我的。喂，大师兄啊，这么烂的枯枝真的是你摘的？枯枝我刚摘的时候是很漂亮的，对不对啊？有什么好笑？至少这枯枝长得比你还好看。但是你这样种不会活的，你应该把枝子种在泥土里边。我就不信它活不过来。哎呀，糟了！我昨天下山，师娘再三吩咐我帮她办一件事情。哎呀，我差点忘记了。什么事这么重要啊，大师兄？哎，不行，我得赶去帮她做才行。快去吧，我会跟爹说的。那好，别忘了。谢谢你，小师妹。快走吧，我随后就到啊。冲伟这个时候还上哪去？哦，大师哥替娘去办点事，叫我们先上路，他随后就到。整天就会跑出去玩。哎，二师兄呢？他说肚子痛，准于是上茅寺了。师傅，二师兄，你肚子不舒服啊？对啊，可能是吃错了东西。吃过药了吗？吃过了。那好，我们出发吧。欲练神功，先必自宫。姑娘，我没有恶意的。姑娘，你受伤了，要不要紧？哎，你不要怕，我不过来就是了。我看你好像是受了内伤，而且还伤得不轻呢。姑娘，我这里有衡山派的白云熊胆丸，你先吃了吧。来。嘿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是衡山派的，衡山派不是姑娘就是尼姑，嘿，在下是华山派的令狐冲。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受伤的？不方便说没关系。哎，你先把药吃了，把伤养好再说吧。你是怕男女有别是吧？好，我在洞口帮你把关啊。你在这里先休息，有什么人过来，我先宰了他啊！
嘿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用药配酒，哎，药力会发挥得更快啊。安心吧，嘿，有我华山令狐冲在，就算东方不败来了，我也不会让他进来打扰你的。怎么大师哥还不来呀？爹，什么事？我看大家也走累了，不如我们歇一会儿再上路吧。也好，大家就先歇一会儿。是。你老是干干瘦瘦的，不喝水是不行的，知道吗？喂，丽会儿，拿水来啊！那多喝水啊！只要种在土里，每天浇水就行了。是真的？真的，放心吧，过几天它就会发芽了。小心，有火药！爹，平之被抓了！撤！你什么时候才肯罢休？人是我的，是你跟我抢的。林平之现在是我华山弟子，你动他的话，就是跟我们五岳剑派作对。这是青城派跟福卫镖局的恩怨，你少拿五岳剑派来压我。你已经杀了林震南夫妇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林震南死了，不错。林平之杀了你儿子，可你杀了他父母，又杀了福卫镖局那么多人，这笔血海深仇，又怎么算呢？岳不群，你少惺惺作态了。说穿了，我明抢你暗躲。我岳某行事光明磊落，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公道自在人心。别告诉我，你处心积虑做了这么多事，收林平之做徒弟，并不是想拿到林家的辟邪剑谱。你在胡言乱语，莫怪我手下无情。林平之，你别以为这个人安了什么好心眼，我告诉你，狐狸的尾巴总有一天会露出来的。走。于沧海，别出动，我怕他有埋伏。我爹娘，我一定要报仇的。平之，师傅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给我听着，你已经是我华山弟子，为师绝对不会让人伤你一分一毫的，听到了没有？哎，姑娘，从刚才到现在，你一句话都不说，你是哪里人呢？是不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呀？你不会是哑巴吧？不说话也好，所谓是非皆因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滚滚巨浪，红尘纷乱，淘尽英雄汉。笑里藏刀，人心难料，无奈世态艰严啊。真应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